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影片比起我平常频道里面的影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今天将看好几棵不同兰花它的一些生长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问题的兰花，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的拯救方式是怎么样，或是我为什么没有拯救它？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几棵兰花它的一些出现的问题跟发生的状况。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几棵兰花，它是已经开完花之后，它的花梗出现了一些变黄的现象。那这个东西其实相当的平常哦。兰花在开完花之后它如果是本身没有续花性的兰花，一般来说花梗都会逐渐的枯黄，从尾端一直枯黄到就是接近兰花植株的根部的地方。那我就会呢等它全部黄掉之后，我再进行修剪，甚至有时候你可以等到它整个花梗是完全干掉，因为有时候黄黄的里面它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汁液，所以你可以等到它完全干掉的时候，再进行修剪。那我为什么在它花梗还是绿色的时候我就不进行修剪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理论，就是绿色的花梗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汁液跟养分是可以再被兰花植株本身吸收回去做利用的。所以呢，只要花梗还是绿色的，我就不会为它进行修剪。那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有时候呢，就算这个兰花本身没有续花性，它的花梗呈现绿色状态的时候，有时候会再从它的花梗的分支枝节上面再长新的次花梗出来，甚至有时候会长高芽出来，就是另外就是小芽小苗出来哦。所以呢，如果它还是绿色，一般来说我的原则是不剪绿色的花梗。图片里面你看到我的花梗这边剪得蛮短的。其实花梗剪得长跟短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这颗我剪得非常的短，但有时候我的兰花我其实花梗会剪大概在一半左右而已。原因是因为我有时候拿兰花的时候喜欢就是抓它的花梗拿起来比较方便，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接下来要看的这颗兰花是我另外一颗比较大型的兰花，它呢，主花梗开完花之后长了次花梗，又开了4、5朵花，我忘记了。然后结束之后呢，它这个花梗才逐渐的枯黄，然后我就把它修剪了一下。那修剪的这个花梗上面的这个切口呢，其实你可以斟酌用一些肉桂粉在它伤口的部分稍微就是点个几下，这样子有助于那个伤口的快速愈合之外呢，也能够预防细菌感染或是一些病毒的感染。这颗兰花在之前开完花的时候，我有对它进行过一些处理，还是种回原来的盆、原来的介质，但我介质有稍微筛选了一下，把一些比较小小的碎片还有一些粉末的东西我都把它筛掉了。这个根系现在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康，但是这个介质我预估大概就是在最晚明年的春天一定要换盆了，因为我发现它其实既有的这些树皮也开始就是慢慢的分解了变得非常的软，所以我觉得可能顶多就是明年春天一定要换盆，否则的话呢，根系可能会因为介质腐败产生的酸性物质而被侵蚀，导致烂根。那这颗是我的紫马丁，它也是2个花梗其中一个变黄，然后另外一个花梗呢，它其实正在长新的花苞，在近期呢它开花之后，我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既然我们谈到变黄，就顺便来谈一下叶子变黄好了。这颗兰花，你看它最下面的这片叶子变黄了，但我不担心，为什么？你看其他的叶子非常的油亮，然后硬挺，它还有长很多的气根，介质里面的根系也看起来都挺健康的情况，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它的一个叶子的自然淘汰所以这个不需要担心。一般来说，你要担心的是，如果它的叶子黄是黄在
中间或上面的部分，而且一次可能是2片甚至3片多片的情况之下，而且它黄的速度啊非常的快，几天的时间之内它就黄掉。一般来说啊，这个都是应该有溃烂的现象，可能是烂根，可能是它叶子与叶子中间呢产生积水或细菌感染而溃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采取一些相对措施。那有时候呢，如果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不太容易发现啊，有时候你一发现的时候，它整个兰花的中心可能已经溃烂到一个不可救的地步有时候会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大家比较容易遇到，但是又很难处理的问题。那什么时候你需要担心呢？就像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这是我其中一颗兰花，它是会香的兰花。它本来的故事是这样子它开完花之后，我帮它进行换盆，换到有介质的半水根。但是呢，它不对有介质半水根这样的种植方式呢，它适应不良，所以它有烂根的情况，所以就马上掉2片叶子。我当然就是把它取出盆之后呢，重新清理过它的根系之后呢，我想说好吧，既然你有烂根的情况，那我就帮你换了一种介质种植的方式，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这种无洞的这个水草的种植方式。起先还可以，但是呢，后来发现它中间这个花梗的部分，不是花梗，就是它兰花植株本身的地方中心开始溃烂。可能是因为呢湿度太高，然后我可能浇水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些水积在这个叶子跟叶子中间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状况。这颗兰花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但是后来追根究底整理了一下，可能的原因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湿度，我觉得可能过高，再来就是呢我水草给太多了，虽然还是很松很软在介质里面，但是呢可能它根系本身就是不是很好，不是很健康，不是很多的情况呢，还是水草的比例还是稍微太高了一些，所以呢它就溃烂了那因为我发现的太晚，所以我觉得拯救它的投资报酬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就只能够跟它说再见。我还有另外一颗壮烈牺牲的兰花这个看起来真的是相当可怜它呢，其实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它有开过花，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母株中心开始溃烂，然后它从侧边长出了这个小株，那后来母株最后就是真的就死掉，所以这个小株我就把它移植。那当初我是种到介质半水根，那它呢，因为它的根系很小，而且它这个植株本身很短很小，所以我的朋友就建议说，因为介质半水根它根系长太短的情况之下，其实不容易能够吸收到水分，然后成长，所以呢，我就把它也是放到就是水苔的这个介质里面去。起先也都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征兆，就是有问题的征兆。但后来呢，我发现它的根没有烂但是是根跟这个兰花基部底部的地方那边开始溃烂。那其实呢，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水草太湿了，然后因为这个小苗太小了，所以呢太高湿度的情况之下呢，就会让它这些组织很容易就是因为水分过多而开始细菌感染、霉菌感染，然后就产生腐败现象。所以这个兰花它其实你看到的这个，它不是因为根系烂掉而死亡，而是因为它的本身那个鳞茎的部分因为太潮湿，然后有溃烂的现象，而整株就从中间开始溃烂，然后就死掉之后，然后就头尾叶子跟根的部分就开始干掉。所以这颗呢是另外一颗壮烈牺牲的兰花。那没关系，反正我还有很多兰花。再来就是我们要从中间学到我们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注意哪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颗迷你的石斛兰，它呢之前种在有介质的半水根里面，
也是适应不良，所以它的根系呢就是大部分都溃烂掉了。我就是进行修剪之后呢，后来啊在检查兰花的时候发现它的背后啊有很多这种白白的这种坑洞。那其实这棵啊当时应该是有很严重的这个红蜘蛛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个病虫害的感染哦。那我发现它每一片叶子后面都这样白白的，这个英文应该是叫做 spider mites。就是红蜘蛛 fall spider mites。 所以呢这整棵兰花当时啊，我其实在做泉水跟泉水培，就是要让这些新长出来的这些小苗能够开根哦。但是后来呢，我经过了几次对它就是喷洒一些相关的药品啊，想要控制这个红蜘蛛的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情况，我发现没有好转。所以呢，我到当时的决定是毅然决然，我就把这颗兰花丢掉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惜，但是我这边丢掉的原因是因为啊，这颗兰花我其实已经对它进行就是撒药啊几次，就几次，所以前后大概已经1个多月时间，我发现它没有好转，而且新的这个苗长出来啊，还是有被就是侵蚀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我目前的药品对那个红蜘蛛的那个问题啊没有效。那为了不要让其他我健康的兰花也受到这个红蜘蛛的这个感染啊，我只能把这颗隔绝。那隔绝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呢，我就是直接把这颗兰花丢掉。可惜归可惜啊，但是这颗兰花不贵，所以我觉得还好啦。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颗迷你型的加德利亚兰，它呢本身也是对于有介质半水根不适应，所以呢，我决定把它出盆，因为种在这个有介质半水根好久了，它都不长新的叶子，然后也没有看到它根系长出来，所以呢，我后来又把它换到就是这个水草的这个种植的方式哦，但是后来发现啊，它还是不太有就是生长的迹象啊，它的这些叶子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根啊，其实都没有长出来哦。那这一种兰花，这种小的迷你的这个加德利亚兰这颗啦，这个品种，我的朋友说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板植，但是呢，我这边环境我实在很不想要板植兰花，因为我不喜欢每天浇花，所以呢这一颗啊，我还是继续的放在水草里面，看看它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就是透过春夏这2个季节的一个温度的回升，看看它有没有办法就是在变健康。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一颗可能到时候也会成为就是一个壮烈牺牲的兰花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兰花的状况，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哦，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兰花有时候它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你要自己去决定说你要不要对它进行拯救，你要看看投资报酬率，你要看一看就是说你会用的方法有哪些哦，然后针对你自己的居家环境去做一些斟酌。那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因为有时候兰友会问我说 Angus 你还会不会养死兰花？答案是会。所以呢，当你兰花出现问题，甚至兰花养死，你都不要太灰心，因为这是唯一我们能够从中学习的地方，唯一能够学习的方法。但你不能让他们白死啊，所以你就是必须要从中间去寻找说，下一次这个问题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不同的措施来进行修正。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